历朝历代都有一支十分强大的军队，在一般士族眼里，他们如天神下凡一般，不知饥渴劳累的战斗。比如蒙古的铁骑、明朝的戚家军、东晋的北府兵，他们勇猛作战，或护一方安定，或为君主攻城略地，建立功勋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历代的神兵精锐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求观众老爷们点个小小的赞。就开始我们本期视频。春秋战国时期，最早称得上精锐的是齐国的齐季姬。当时的齐国百姓民风彪悍，武德充沛，民间呢有不少武功高强、擅长骑射的能人。齐鲁之地出侠士之士，齐国高层就把这人招募起来，统一训练，让他们成为国家的军队。齐季姬的本质是雇佣兵。荀子曾经评论齐、魏、秦三国军队奖赏的优劣的时候，说季姬之士得一手者，则赐赎资金无本赏矣。冒死血战杀敌就有8两赏钱，除此例外，没有其他任何补助了。这使得在齐国巅峰过后，差点被燕国乐意灭国。我们再来说说第二种，战国时期由吴起训练的魏武卒。他最为出名的战役是由吴起统领，以5万军队打败10倍于自己的秦国军队。在3家分晋之后，魏国的地理位置十分的不妙，前后左右都是敌人，国内稍有不测，外面可能就是要亡国。此时魏国的君主是魏文侯，为了改变国家的困境，加强国家国防建设，提高国家实力，他开始了实行变法，用翟璜为相，改革弊政，理亏变法，教授法经，依法治国，同时得到被猜忌离开鲁国的吴起。吴起战国著名狠人，周转各国，建功立业，杀妻求将第一人。魏武卒就和我们现在的特种兵一样，选拔极其严苛。荀子义兵篇记载，魏之武卒以度取之，衣3属之甲，操12石之弩，赋诗50，至葛其上，冠胄带剑，营3日之粮，日中而驱100里，中士则复其户，立其田，魏武卒宅。简而言之，就是全副武装，带上3天的军粮，在1天内急行军100公里及以上的，才能成为魏武卒。魏武卒主要是以步兵为主，分工严明，职责明细，就算是被打败了，也不能乱阵脚，各自组织进攻。通过选拔的人才们会进行严格的技艺、阵法、编队，还有联络记号的训练。有特长的士卒会受到重用，并且可以去交代不会的士卒。就算不能精通，至少知道这个东西怎么用，或者到战场之后怎么做。进入魏武卒的士卒待遇也是不错的，要是和齐国一样，谁会安心的吃苦打仗，还要担心家里的死活。入选武卒的士兵，国家直接免除士卒全家的徭役赋税，还奖励田宅房产，可以说是非常的好了。当然，魏武卒的制度还是要比一般的军队要严的。有次吴起领兵与秦军作战，两军还没有击鼓交锋，便有一个聪明人快人一步就冲上去杀了2个人。回来的时候，他的笑容和亮剑的王有胜一样，然后还是王有胜，吴起下令拖出去斩了。他给的理由是，虽然勇敢，但不遵军纪，必须斩首。除了重罚和家里的奖赐，还有和现在一样的一人立功全家光荣的举措。不过呢，得到土地的武卒不光要承担士兵的职责，还要自行担负军事装备和在役期间的后勤物资。当时正处于奴隶地主所有制向封建制度过渡的时期，获得土地的魏武卒有了较高的经济基础，解除了与奴隶主的人身依附关系，魏武卒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，还能通过军功获得更高的爵位。优秀的身体素质、精良的装备、过硬的军事技能和物资方面的刺激，魏武卒的战斗力是无可比拟的。最出名的阴晋之战，吴起带5万魏武卒100乘车3000骑兵就击败了秦军，之后又经过60多场战役，夺取秦地500多里的土地，把想要东出的秦国是压得死死的。强大的魏武卒为魏国的称霸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当然，这些是建立在国力强盛和一个优秀将领的情况下。在庞涓死后，魏国再无大将，就算在庞涓时也是连连吃瘪。大魏王已经之后的魏军，魏武卒是极其的拉胯，而被吴起击败的秦国，在经过商鞅变法之后，则是变得越来越强，所向披靡。商鞅变法的军功制度是秦军勇猛作战的基础，让普通人再也不用看自己的老爹是谁，只要有军功便可以加官进爵。
但在这里边还有严格的限制。第一，军功和斩首相联系，战士斩首敌人1颗首级就能获得相应的田宅爵位，斩得越多，奖赏越高。第二条则是爵位越高，奖赐越高。如果是20爵位后边的继位的活，就只是奖赐的钱要多一些，其他倒没什么了。第3条则是赏罚并行，立功有赏，赏罚并行，无功者罚，后退者死。对队伍的要求十分严格。义武5人，如果1人战死，其他4人受罚，战死的人越多，剩下的人罪名越重。想要折罪，就要多杀敌，所以想要立军功并非简单的事情。但比起以前没有晋级的路的时候，这已经是很好了。如果立功但本人战死的话，爵位由家里人继承。但严格的审核制度并没有阻挡秦国士族对首级与军功的狂热。就连张仪都说，在战场上经常可以看到秦军士兵一手提着敌军的首级，一胳膊夹着敌军的俘虏，而且勇猛追敌，成为了东方6国口中真正的虎狼之秦。在商鞅变法之后，秦国新军一共20万，除了基本的训练外，还有各种阵法地形的训练。在秦国还没有统一天下的时候，为了提高士族素质，进行投石、蹴鞠等活动，提高士族体能素质，还有徒手搏斗，对出身不同、有特长的士族分开进行针对性训练。他们要一直在军队中服务到60岁，如果立功有爵位的话，在56岁的时候可以离开军队。而正常退役的士族，退役之后就是预备役。这是秦国攻打楚国失败后，王翦能够再统帅60万兵马再次进攻的原因。基础步兵编制为6级，5人为一伍，设伍长；2伍为一士，设士长；5士一屯，设屯长；2屯100，设百将；500设500主；200设1000人将1人。除了一般的军队外，还有咸阳卫戍军和秦锐士。秦国新军20万人里边，秦锐士只有1000多人，在其中有不少的秦国后来的名将。他的选拔条件和魏武族差不多，对入选士族的家庭也是免除徭役、送宅子，和秦锐士不用像魏武族一样自己准备各种后勤和装备，全部都由国家承担。在秦国统一天下时立下汗马功劳，魏武族都是步兵，而秦锐士则是全能人才，骑马打仗各个方面都行。荀子曾经说，齐之积济不可以御魏氏之五族，魏氏之五族不可御秦之锐士。只要给秦锐士一点点的空隙，他们就可以从敌军最薄弱的地方发起致命的一击。秦国后面的多次战役中都有他们的身影。另外一个就是在咸阳的卫戍军，作为保卫都城的秦军，虽然比起锐士要差一些，比起一般的军队还是要强得多的。兵马俑主要也是以卫戍军为原型的。卫戍军和秦锐士一样，要会得多，骑马、驾车、射将，还有一些其他的玩法，各种姿势的射箭。不过在胡亥上位后，卫戍军的组成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，失去了战斗力。这些特种兵能打胜仗的，除了自身的素质之外，还要有优秀的将领和背后强大的国家。国家极弱的话，再强大军队也没用了。那么大家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，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。